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2个，一个是中国一季度经济暴涨18%的真相，另外一个是每日峰会菅义伟说我们讨论了台湾啊。那么我们讲这2个主题，我先讲每日峰会啊，因为这个会比较短。刚刚出来，这也是我们会晚一点的原因啊。那么，为期1天的美日峰会之后啊，那么拜登总统和菅义伟首相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啊。那么我简单的归纳一下啊。那么拜登说，两位领导人重申了他们对美日同盟钢铁般的支持。他说，我们致力于共同努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朝鲜等议题，确保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未来。拜登总统说，他们讨论卓有成效，并说美国和日本还同意共同努力，支持全球疫苗努力，并推动全球新技术的开发，包括5G 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那么菅义伟说我们针对中国对太平洋区域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影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同意反对任何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以及对这一地区恐吓他人的行为。同时，我们也同意，我们有必要各自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并且以此寻求国际关系的稳定，同时维护普世价值。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菅义伟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台湾，并说他们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说他不会进一步披露有关台湾议题的讨论细节啊。菅义伟说，他告诉拜登，虽然有疫情，但他致力于继续推动东京奥运会的计划。他说，拜登表示了支持。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第一个，讨论了台湾问题，双方应该是有共识，但是他们不愿意讲出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双方主要是针对中国展开的讨论啊。那么这件事情发展的方向和这个之前的判断基本上吻合啊，大概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美日峰会朝着预定的方向发生和发展啊。那么我们下面就关注美日峰会有没有联合声明啊？联合声明可以继续更仔细的去分析双方在这场峰会当中达成的政治成果啊。好，我们快速的把这个议题讲完，那么我们就开始讲我们今天的主要议题：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暴涨18%的真相啊。那么国家统计局是在4月16号发布这个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啊。那么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4,93024万9311亿人民币，增长18.3%。这个数字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啊。那么，我们分析下来，这些数据只能体现疫情恢复的水平啊。那么高增长其实是一个数据陷阱。那么大家知道，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是下跌6.8%啊。那么如果跟一个下跌6.8%的数据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增长数据啊，我们把几个对比，因为有一个数据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塌陷，所以呢，你在针对跟它进行对比的时候，你要跟它其他的数据进行对比，来反映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啊。那么第一个，这个增长18.3%的增长高出
去年第4季度11.8个百分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这个2019年的一季度啊增长了10.3%啊，多了10.3%的增长。那么今年一季度的 GDP 啊，环比是什么？环比就比上个季度的数据对比增长了多少？0.6%啊，环比是什么？环比通常反映一个趋势啊，反映一个趋势。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季度的数据比上个季度增长了0.6%，所以其实增幅并不大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去年4季度的环比是3.2%啊，环比通常讲的是趋势啊。那么上个季度呢，它的跟再上个季度的比较是增长了3.2%，说明它是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就是在往上走。可是这个季度的增长剩下了0.6%，说明它增速在下降，其实是在回落。那么2年的 GDP 平均，什么叫2年 GDP 平均？就是用2021年的一季度和2019年的一季度，刨掉什么呢？刨掉物价因素，平均增长多少？就是用今年的数据除以这个2019年的数据，再刨掉价格因素，平均再除以2，就说明是2021年和2019年这2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5%，那说明什么？还是比较低的啊，就是说跟18%就差很远了啊。所以我们要看具体的数据，那么中间有价格因素啊。那么国家统计局说一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加固啊，稳中向好，生产需求扩大，市场活力提升啊，就业物价稳定，民生保障有力啊，这国民经济开局良好。其实他就想讲最后这句话，说经济开局良好啊。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么 GDP 增长18.3%是受上年较低的基数啊，还有一个就是员工就地过年啊，工作日有所增加等不可比的因素影响。那么环比增长0.6%，两年平均增长5%，表明中国经济稳定恢复。他也是在讲中国经济在稳定恢复啊，重点是在恢复而不是反弹啊。那么之前啊，那么财新网对16家国内外的机构进行调查，经济学家预期一季度应该是增速的均值应该是19%啊，19%。那么预测区间是16%到22%。那么相对于这个增速的大幅度下降，那么一季度的环比明显回落，只有0.6%。那么表明什么呢？表明经济修复的速度在放缓啊，在放缓。那么我们来再算算这个账。一季度的 GDP 是21.3， 2019年2019年一季度的 GDP 是21.3433，那么增长是那么如果跟这个比，拿今年的数据跟19年比，增长了多少？16.8%啊。2年的 CPI 一个是2.9，一个是2.5啊。我们通常讲 GDP 是要刨掉这个物价因素啊。我用这个非常粗暴的方式，就直接减掉它，就剩下11.7%啊，11.7%除以2，两年平均数我算出来的是5.7%，国家统计局说是5%啊。那么这里面呢，当然基本上应该国家统计局是靠谱的。我为什么还要算？我要算一下，看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基本上这个数据就是一个这样的数据啊。我说的靠谱就是2个直接硬数据的对比，因为其实之前的数据是公布过的啊。那么这里面转了2个弯，第一个弯是什么呢？你要跳过2020年这个不正常的年份啊，因为一季度数据是
不正常，就算是6.8%，跌了6.8%，我认为也是不够的，不能够反映它的真实的跌幅啊。那么你要跳过这个不正常的数据，否则你没办法判断今年真实的情况。所以你看，你看国内的这个报纸跟媒体，直接就拿18%来讲，中国一季度增长18%，啪，放了一个大礼花啊，这是他们需要，但我们不能这么看啊。所以你要首先要把它跳过去，然后你还要干什么呢？你还要考虑其中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呢？就是两年的因素。其实2019年的经济数据都是非常难看啊，2019年的数据都非常难看啊。其实，我们等一下讲出口你就知道啊。所以要把这个一季度跌6.8%的因素考虑进去，你把这两个弯拐完之后，也就是说，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看出什么？他把经济增长的数据放在18.3%的意图是什么？啊，就意味着如果换成常年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我们通常是和正常年份进行比较，你才能判断得出来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体上一季度经济增长就是5%到5.5%之间，你可以看它大体上是一个这样的方向。那么这个水平算不算暴涨呢？当然不算暴涨啊，18%算是暴涨。那么今年中国这个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目标是6%以上啊，6%以上，而且是向上开口。什么叫向上开了口子啊？就是6以上啊，下限是6啊，上面不说啊。那么这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去年一季度下跌6.8%的这个因素在这里头啊，也就是说，统计局最终是守住哪条线？它要守住啊，我们说的是我们守住哪条线？守住6%的这个线，而不是直接说为了达到18.3%啊，把那个数据放上去。所以结果但是你从结果上来看，这个数据直接比较，那就是18.3%。那当然，这个中宣部捡到了一个叫台湾经常叫捡到了枪啊，捡到了枪。所以呢，统计局他自己也底气不是很足嘛，所以一季度呈现稳定恢复态势啊，这就是统计局的调子啊。那么他的说法是什么？他的说法，第一，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啊，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然后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是第一。第二，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不牢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发展中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啊，新问题是什么呢？他不说啊，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这个时候说的话，这不冲淡了这个本来是喜气洋洋的数据嘛？但是毫无疑问，统计局的这些陈述呢，其实意思就是两个：第一个，经济在恢复；第二个，底气不是很足啊，变数有点大啊。那么到底新的问题是什么啊？那新的问题是什么？4月15号，副总理韩正啊开了一个会，开了个什么会呢？有个叫这个省部级干部啊，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专题研讨班。现在经常搞这种研讨班，研讨班是什么？研讨班就是学习班，但就不叫学习班，叫研讨班，就把各个省管财经的，通常是副省级干部啊，就是这个厅级干部、副省级干部或者主管的副省长，或者是厅长、财政厅，或者是这个金融管理部门啊的这些官员抓到北京去开会学习啊，通常是学习啊。
但是他叫研讨班，他在这个研讨班讲了个话啊。那么他们这些官员都是各个省管财经啊，管财经通常是管钱啊，都是很关键的岗位。那么韩正这个讲话其实是有所指，也有针对性。官场上叫什么？叫打招呼啊，打招呼啊。韩正这个讲话是这样，他说，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国经济运行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全面客观冷静地分析研究经济形势，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啊。中间还有一些口号我就不念了啊。韩正说了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个问题就是韩正认为要对这些官员讲的话，其实就是现在新情况或者新问题啊。第一，要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增加啊，妥善化解债务存量，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什么意思？两个意思。第一个，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严重，这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悄悄的借钱，不告诉中央政府，所以这隐形债在增加，所以他要说坚决遏制啊，这个态度是很强硬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要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做深做实项目储备。什么意思？地方政府没钱，没钱怎么办？挪用专款，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融回来的钱拿来干什么？跟着项目走，有建设项目才花，没有建设项目不可以用，专款专用。那你现在地方政府穷，很多地方左支右绌啊，跟不上怎么办？挪用这个专项债，打招呼，这是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坚持房子用来住不用来炒的定位，那么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房地产市场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啊，这也是在打招呼啊，你们自己要管好你们地界的房价，否则的话有问题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啊，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你什么意思？增加房地产供应。第五，要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今年应该是债务违约的高峰年啊，而且特别是下半年啊，下半年应该是债务违约的高峰期。那么中小金融机构是一个风口啊。第五、第六，要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做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工作啊，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啊，社保有问题啊，社保有问题意味着有些地方养老金不能够按时发放，这还是地方政府财政的问题啊。第七，要确保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三保是什么？三保就是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行。保工资是什么？这里讲的保工资是讲的是保这个公务员发工资，政府机关发工资啊。然后是保什么？保运转。保运转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地方政府要能够继续运转。如果你工资不发的话，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没办法正常运转。还有基本民生，基本民生讲到底就是两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学校正常运转，给老师发工资。第二个就是什么？社保发这个养老金。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两个。基层现在医疗都没办法正常保证啊，很多医院都有问题啊。
八，加强队伍建设，就这8项。那么这里面统计局说了一个方向，宏观经济的走向，他讲了一句话，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个话呢，其实它只是传达其实这个话不是统计局说的，其实是谁说的？第一个，4月8号，副总理刘鹤主持金融稳定委的第50次会议，会议上他讲了3点。第一点，保持宏观金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国家统计局的出处是这里。然后第二，执行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讲了这3条。然后李克强在4月9号第2天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李克强在这个会上说，他这么讲他说今年宏观经济政策依然会保持合理适度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李克强这么说，政策不急转弯，引导形成市场合理预期。就是李克强也好，刘鹤也好，包括这个国家统计局也好，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在引导市场的预期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去年第4季度，人民银行在去杠杆人民银行有但是去杠杆幅度并不大，但是再去杠杆去一定某种程度上的去杠杆。去杠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放那么多钱，开始往回收。因为去年1年都在放钱，大水漫灌觉得通货膨胀有危险、有风险，那怎么办？是略收一点。这一略收把大家吓得够呛，那就赶紧。所以呢，李克强也好，一直在喊什么呢？宏观经济政策的可持续、连续性。什么叫连续性就是要放水了然后就是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呢，其实说1000道1万，财政那边动不了。为什么？去年的债已经借得太多了，今年不能再大规模借债，所以财政政策是往回落。那指着谁呢？指着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怎么说人民银行就结果出来，人民银行4月12号发布的数据，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6700亿76700，增加了7万多亿比去年多增加了5741亿。去年是大水漫灌，去年疫情来了，人民银行基本上是泼水都没往外倒。那么今年1季度在去年这个高基数的基础上再增加5700亿，说明什么？在人民银行说我们有力的支持了实体经济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今年1季度兜住经济不跌下去的是什么因素？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其实今年就已经大水漫灌了。中国经济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政策它光做不说，或者是光说不做，或者是说了不做，或者是做了不说，就是你很难从他的嘴巴里听到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你可以看今年1季度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如果可持续性理论上应该是接着上去年年底应该继续收紧才对，结果他放水。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李克强这番话，李克强也好，刘鹤也好，这番话说我们现在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个延续性稳定性叫什么再说一遍。持续性、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什么意思？就是
今年的一季度之后还会大水漫灌，就这个意思啊。合理预期，大家预期它会继续大水漫灌，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不断的强调我们不急转弯啊，不急转弯就是我不会一下子把杠杆收了的，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数据到底是个怎样的数据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一季度，我们把所有的对比都不跟去年一季度比，因为去年一季度没有可比性，因为它大跌。我们跟19年比，19年比，然后因为中间跨度是2年，我们除以2，就是等于2年。这理论上应该去年跟前年的增长是差不多的话，就是今年跟去年比，去年跟前年比，如果去年没出现大跌，我们只是平均一下，看看数据到底是多少，你就可以大约的知道这个一季度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就三个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从投资开始讲。投资以19年为基数啊，2年平均数是多少？投资增长2.9%，那肯定你经济增长6%，你经济增长的目标是6%，那你3驾马车都得超过6%，你才有可能达到6%以上。现在投资增长多少？2年平均一下2.9%，而且1到2月份数据更差1.8%，那这有点吓人。其实这是非常吓人，说明什么？虽然3月份的投资环比是增长了1.51%，但是这都是很差的情况，这是非常差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投资不好啊，投资非常的不好。那么投资包括3大块，一个是基建，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房地产。那么如果按照硬数据对比啊，硬数据对比就是29、29.8、29.7、25.6，看上去挺好，但实际上把2年平均来看，只有房地产保持了7.6%的增长，所以还是指的房地产。那么其他的2个就是基建只有2.3%，地方政府没有钱，基建也不行啊。制造业下降2%，所以制造业好吗？如果制造业好，它肯定是增长的呀啊。所以呢，就是从2年的平均来看，一季度制造业下降0.2%。那么，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叫刘爱华啊，刘爱华在讲啊，他在记者会上也说，他说目前制造业的投资水平相当于疫情前的96%左右，还是没恢复啊，还是没恢复。那么他说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企业生产经营面临比较多的困难，有困难你才没办法投资嘛啊，仍然在恢复状态中啊，在投资信心上仍然有一定的顾虑，这是第一。第二，企业对整体市场也在观察中，其实就是观望啊，有利于要怎么着都得说点好的，有利于制造业投资恢复的因素在慢慢累积和增加，这其实没意义啊。这是第一个投资啊。第二个消费3月份全国消费零售总额是35484亿，同比增长了34%啊，非常亮丽啊。但是如果你以2019年的为基数对比的话，2年平均的增长只有6.3%啊，扣除价格因素啊，实际上2年平均增长只有4.4%，跟6%的增长那还是有点差距啊。所以这明显，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数据是什么？餐饮，你可以看到国内的报纸，餐饮涨了91%啊，那这个老百姓现在有钱吃，看上去很厉害。2年平均增长多少？0.9%，只增长了0.9%啊。那么3月份的餐饮收入，3月份的餐饮收入是首次单月数据比高于2019年的同期，只有1个月，所以你说餐饮好吗？不好。
好，出口，我们来看出口，出口应该很靓丽啊，是吧？那么2021年一季度出口增长49%，进口增长28%啊，跟去年同期比，那么顺差是1163亿美元。那么如果是跟这个2019年比，出口增长多少？出口增长25%，进口增长24%，总体是增长25%，25、24。如果你中间一抛为二，那也就12%、13%，不错啊，应该说不错。但是有没有那么强劲？也算是蛮强劲的了。那么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兜住一季度经济增长就是靠两个因素，一个是出口带动，一个是大水漫灌货币政策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状况。我们用这个李克强的方法，克强经济学啊，克强经济学就是当初这个李克强当副总理的时候，他老觉得统计局的数据不准，那怎么办？他就跟统计局说，你就给我 raw data， 就是原始数据，我要几个原始数据，运输量、发电量，这个等等啊，几个要7、8个原始数，你给我原始数据，你不用给我其他的，我看这个就行。那么通过这个来看经济到底怎么样，我们就来看看发电量啊，发电量到底什么情况？那么2021年全国的发电量，就是全国发电量是19219千瓦时，那么增长的对比2019年，我就不对比那个的啊，直接对比2019年，是增长了14.4%，平均2年每年是增长5.7%啊，这是原始数据啊。然后呢，其中呢，这个第一产业增长最多31%，一年增长15%啊，平均一年增长15%。那么当然，第一产业其实它所占整个经济的总量比较少啊，然后它的发电量也占整个经济的1%而已啊，所以整个用电量的1%，所以第一产业可以不忽略啊。主要是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是增长15%，2年平均是7.5%。那么第三产业增长17.7%，然后2年平均是8.8%啊。然后就是居民用电啊，居民用电其实很反映中国的消费能力啊。居民用电2年增长7.8%，平均1年增长3.9%，这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其实是非常疲弱，指着它是不可能啊。那么这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总结一下，第一，中国经济一季度的表现不尽人意啊，总体上来说不尽人意，它其实是延续了去年的这个经济的状况，然后它的经济当中有一些风险正在累积啊，风险正在累积。当然，显然不是18.3%所能反映出来的这种亮丽成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观察未来发展，其实核心要观察什么？疫情啊，疫情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疫情这件事情，如果西方国家疫情恢复的好，那么会给中国的出口继续提供支持。但是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这些制造业恢复的很快的话，会分薄中国出口的份额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总结就总结这么多啊。那么昨天有网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猪价，猪价暴跌，猪价暴跌为什么啊？我今天看了一些资料啊，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先讲猪价，1月初到现在，猪价持续下跌。1月初的价格是猪价是36.77每公斤啊。那么猪价到了4月5号，
猪价跌到了多少？36跌到了 23.96%，3个月下跌了 35%，跌幅非常的，你可以讲暴跌啊。那么华北地区猪价跌破23，京津、内蒙、河北猪价下探22，东北地区行情继续下行，黑龙江跌破21.5啊。那么省内的大猪出栏价已经跌破20块钱啊。那么大概是这样。那么部分地区猪价已经跌破，从初一生猪价格持续下跌，猪肉价格已经跌破了10块钱啊。专家是这么看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猪瘟猪瘟。专家认为猪瘟可能导致猪价持续下跌啊。我们通常讲猪价讲的是一只猪的价格啊，不是讲的是猪肉价格，猪肉价格是另外一个价格啊。那么为什么猪价会下跌啊？那么第一个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疫情，北方疫情还在蔓延。年前从山东、河北开始，那么逐步蔓延到河南、山西、江苏。非瘟疫苗毒和这个弱毒株继续影响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养猪生产。那这里面谁有责任？叫什么？农业研究院有责任。山东、河北、河南，那么猪场波及率已经超过了当地出现的这个猪瘟，猪场的波及率已经超过了2018年下半年2019年的上半年。那么疫苗毒的问题难以解决，给猪场这个非洲猪瘟防控带来极大的难度。那么现在不能够阻止，没有办法。现在大家都束手无策，基本上无论是小的猪场和大的猪场都束手无策现在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由于猪瘟的情况导致什么？导致猪场疯狂的抛售未成年的猪，就是没有到出栏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往外抛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南方。现在就是非洲猪瘟从北方往南方蔓延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了，一定会发生，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么随着这件事情的持续发生，全国各地的这个养猪场开始抛售猪只甚至连没有足月的猪只都往外抛那么结果导致了猪价的下跌。当猪价下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或者是当大家把这个存栏的猪只抛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猪价又会反弹。估计下半年3、4季度可能会反弹这是规律通常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播报一下，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这个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 HJ1985， 谢谢。情况，我朋友在国内某3线城市开餐馆，新冠之前还挺红火，去年大半年没有开张，9月恢复经营后，生意好了3个月，然后就一直非常惨淡，周边的餐馆也一样惨。足浴唱 K 什么的没有人去，可见经济非常差，大家全部都没钱出来吃饭和娱乐。前3个月为什么会好？就是报复性消费报复性消费。情况，雄安新区、荣成县、新安县、雄县，以荣成县为例，2年以来综合物价上涨幅度约1倍，
其中房租上涨5倍以上，另外2个县上涨幅度略小，已经超越保定物价水平30%。OK， 情况，我在高铁站内开店，目前客流量从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OK， 情况，很多小企业越来越难了，一个新开的饭店12点左右没见几个人吃饭，那完蛋，12点没人吃饭，那就这个饭点就指不上了啊。情况，从去年疫情后，中央提出保就业开始，上海负责劳动仲裁的劳动部门都接到上级通知，以维护企业利益为主，很多打工者遭到不公待遇，诉诸法律，想通过法律讨回应得赔偿变得极其困难。很多以前打工者完胜的劳动仲裁案件全部判成企业胜，使得劳动者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成本和精力诉诸于法院阶段。所谓法治就是个笑话，现在的劳动法就是一纸空文，根本保护不了劳动者的权益。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这就是按政策办案。情况，北京朝阳区劳动仲裁每天限号40个，早晨8点钟开始排队，很多人要来要工资，可见拖欠工资的情况非常严重。不少公司开庭都不来，拖着公司员工不给钱，员工折腾不起，最后不了了之。从劳动仲裁到开庭要2到3个月，判决后公司不给钱，15天后再去法院执行庭，又需要2到3个月，最后公司账户没钱，员工都是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不过公司法人会进入失信人名单。 OK， 情况，东北某省在最大的步行街，商铺几乎倒了一半，某些仿古镇的商铺屋檐都长草，从机场到市区阶段一大片烂尾楼，看招聘广告工资极低，服务员月休3天，写3到5千。东北经济统计局说这10年平均增长4%到5%，我根本不相信。我认为10年平均增长只有0%到2%。我以台湾为参照标的，台湾4到5是台股疯涨，各大厂营收都暴涨2位数甚至3位数。这些年就是往上拔。观点，中共只报喜不报忧，捡好听的说而已，全是骗人啊！观点，本次公布的 GDP 数据，如结合其他经济数据综合分析，其实透露了很大的危机。比如我经常参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有2个发布口径，一个是采购局，一个是财新，也是以前的汇丰。统计局统计样本以央企、国企、大企业为主，财新样本比较平均，覆盖大中小微企业。2021年1季度，财新制造业为 51.5、50.9、50.6， 统计局为 51.3、50.6、51.9， 说明小微企业的生存情况越来越艰难，已经出现快速衰退。我觉得小微企业今年一季度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出口出口这一块小微企业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中小企业是比较多的。那么后面怎么说就不知道。那么但是至少今年一季度小微企业应该还可以中小企业吧提问，如果灌水没问题，为什么还要提什么收紧呢？就一直灌下去不就可以了？所以你为什么各个地方房价都在暴涨？原因是什么？摁不住的原因是什么？你一直在灌，你使劲灌就有你摁不住的地方这就是经济就是你灌下去的钱，你总得找个出口不在物价上反映，那你就在房价上反映；不在房价上反映，那你在哪反映？那就在汇率上反映。
你总得找个出口啊。提问：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数据是谎言，连中国自己也明白，但我们还是要讨论经济数据代表的内容，不是说在错误的基础上推出的推论也不是正确的吗？这个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啊，就是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肯定是造假，只是程度的问题。那为什么它造假的数据我们也要用？我们也要基于它造假的数据进行分析。那我们分析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为了拿数据来玩数字游戏，不是的啊。我们拿它的数据是来分析中国经济的真实的面貌是什么。那么国家统计局的造假它的模式是什么？造假的模式，比如说跌30%，它去修改跌多少呢？不跌30%，跌18%嘛，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涨，我现在想让大家感觉好，我涨了1%啊，涨1%，我就把它改成5%，哎，大概是一个这种模式。它不会怎么呢？它不会说跌30%啊，造假一造增长5%，这是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连自己那中国经济会变得不可分析。如果不可分析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肯定是会出乱子的，因为大家会判断错误。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用它的统计数据？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数据，我们只能用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当然可以用一些，我们直观的看到的一些现象，但是这跟我们用统计局的全国性的数据，那是2个不同的概念，那只能拿来佐证，不能拿来分析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经验，还有根据我们交叉对比的数据来分析哪些数据它可能是做了假，这就是难的地方。我们不是为了仅仅是拿数据来说话，我们是为了量度当前经济的状况，所以要用这个数据，就这个意思啊。提问：请问王先生，如何评判德国3大厂奔驰、大众、宝马都表示今年1季度在中国市场卖出的汽车数量创下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最好的业绩？非常正确，这个数据是非常正确的，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点，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激烈，非常的厉害。那么经济下行，有钱人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或者是他们受到影响，但对他的消费没有影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明什么？说明有一部分的消费，有一部分的消费延迟了啊，有可能啊。情况：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原本说4月中公布，但现在又要推迟发布，可见数据得有多难看。情况：坐标东北 KTV 陪唱人员有很多转行或者准备转行，理由是客人少不挣钱，可见经济困难的程度啊。观点：国内立法遵循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立法原则，不是基于法律是社会治理工具的基本原则。因此，早期劳动合同法立法偏向工人，对资方的义务设计过重，欠缺长期执行的机制。因此，遇到了经济困难，对工人的偏袒性保护就无法继续执行，因此又只能用政策大棒打压工人。非常正确，非常准确，非常到位啊！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好。情况：坐标浙江，芯片价格暴涨，部分芯片现金也买不到。ST 的 MCU 的价格涨10倍，国产脉冲7部分产品不得不停产。OK， 国产脉冲7啊 ，OK， 我看台积电说芯片短缺会延迟到一直持续到2022年。提问：中国连
猪瘟的疫苗都做不出来，为什么可以研发出武汉病毒疫苗？这是个好问题，要问他去。猪瘟呢，它不仅做不出来，而且它还会泄露，泄露那种没做好的猪瘟疫苗，结果造成这次北方的这个疫情就是这个造成。你说神经吧啊？提问美国媒体说，拜登有意任用外交经验丰富的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一职。伯恩斯日前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曾表示，与中国的关系正在来到一个关键时刻，经济脱钩并不是现实选项。美欧日应联手制衡中国，并在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王老师能点评一下吗？基本上他说的这个话反映了拜登政府的政策啊。那么大部分领域是要合作的啊，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出口供应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要美日欧要联手啊，联手对付中国啊，这第二个。第三个，脱钩不是一个现实选项啊，就是说我们昨天说过了吧？昨天说过了，就是基本上脱钩这件事情，脱钩这个政策不是选项，就是拜登政府不用脱钩的政策，他用的是小院高墙，就是把这个范围缩到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啊，非常小的范围，然后进行政策阻隔啊。所以伯恩斯为什么选他？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伯恩斯是个职业的外交官啊，那么这反映了拜登政府的特点啊，就是还是选职业外交官主要是要保持专业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职务不是很高，就是他原来的职务不是很高，副国务卿啊，我印象中是副国务卿嘛啊。他没有，拜登没有把这个岗，之前有说过，说什么迪士尼的 CEO 啊等等啊，结果他选的是一个这样，我觉得有两点啊，一个这个人不是重量级的，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外交官，也不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那么拜登派一个这样的人去，第一，好管，好指挥啊，因为那个岗位驻华大使那个岗位非常敏感，别出乱子，要表现出专业性来，找一个不是特别分量重的人物放到那个岗位上去，他和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容易协调啊，容易协调。如果你搞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去，他想怎么弄怎么弄，这个国务卿不好指挥也不好弄，所以这个问题估计我觉得他的方向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方向。观点有关于有些台湾人对美国不信任，看历史，美国确实不值得信任。除了台湾，远的还有南越，现在有库德族和阿富汗。但是国事应有远见，台湾的战略学者被美国敲打了20年，搞到都没有能早6年嗅出美国保守势力的风向，到现在才有确定感。也最近才看清半导体等产业对台湾安全的价值，实在令人担心。但愿有识者能早些看清楚废核对台湾经济发展其安全的制约，以后好好把握国运。请问王老师，一个公司的市值涨跌对公司有什么直接影响？没有任何影响啊，对股东有影响，对公司运营没有影响。提问王老师，能讲讲韩正与克里在上海的会议吗？我还没有看到。提一个冒犯的问题，那么多新闻行业的从业者，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除了王先生以外，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请问王先生是否有害怕过、犹豫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勇气让王先生一路披荆斩棘往前走？谢谢王先生，这是个好问题。我在这里讲话，我相信除了广大网友以外，
那么有关当局的人也在听啊。那么这我从我做的这个讲台第一天我就知道。那么我有些时候呢，我还会受到一些威胁。那么是什么让我继续讲下去？大家说是勇气，你是抬举我，你是抬举我。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最核心的东西。第一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个核心东西就是专业。我做这个工作不是一天，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并不是在我的职业生涯正常而已。我以前当记者，我就是这样讲话，所以并不是因为说我来到美国我才这样讲。我以前在《明报》、在《经济日报》，我都是真实的去写我看到的东西这是我的专业，我一直是这样表现你可以去看我以前的稿子，你可以看得到这是第一个，就是基于我的专业我说不是勇气，是首先是基于我的专业。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责任感我对我们的网友要负责，所以我要讲真话，就是这两条。勇气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勇气是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你面对困难你需要勇气，你面对一些挫败，我也面对过很多我们在专业上的挫败。哎呀，今天这个做得不够好，做得不理想，做好了我自己很高兴做得不够好我自己会很沮丧这是一种挫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还是我们职业上的积累专业上的这种追求那么老实讲呢我考虑其他的因素不太多，我没有考虑太多的这方面因素。如果要考虑太多这方面的因素的话，可能你会有其他的做法大家知道我们是专业的，这么做都可以你感觉不出来，但是时间长了你会有感觉。所以但是我还是坚持这么做。为什么？还是专业，还是负责任，还是要告诉真相给大家。还是中间还有一些义愤好，鸣谢姥姥王，谢谢翻墙的朋友最不容易，给打卡墙内的网友点赞谢谢姥姥王魏唐谢谢致敬王先生 Alex 杨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